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我们今天来看石斛兰哈，石斛兰这两个刚好成为一个反差比。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哈？同样一颗哈，但是它是不同时间弄上去，也算是一个不同植株啦。你看看左边这一个有没有长得健健壮壮的哈？右边呢，经过雨季的关系，你看下面是烂掉了哈。那其实呢，就会出现两个状况，一个左边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可以看左边这个哈，它的那个枝条长得非常的漂亮哈。那右边呢，就开始出现高芽，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是高芽哈？其实所以石斛兰如果出现高芽，不用太开心哈。有些品种表示它下面的茎有出问题，或者是根部有出问题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哈，这个已经变成黑色，对不对哈？表示它的那个结晶已经烂掉了哈。那这时候状况下呢，它就会开始长高芽哈，以求生呐哈。这个算是石斛兰的特性之一哈，石斛兰特性之一。那你看左边这边呢，完全没有事情的状况下呢，它其实就继续的成长哈，比较不会出现高芽。目前有一种讲法啦，我看到网络上有一种讲法，就是你如果高芽没有取下来，会对植株有损伤哈。在我种这么多年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差别哈。如果你有施肥，你有持续的施肥，你有把母株顾好的话，高芽其实没有对母株我觉得没有对母株有很大的伤害了哈。你想想看哈，在原产地它就是在树上哈，也没人去剪它的高芽，也没人去剪它的旧枝哈，它还是活得好好的哈，还是长得非常的强壮哈。那所以呢，用这个来推论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母株如果你的高芽不剪下来，我觉得是对它没有很大的差别了哈。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说会有差，但是我觉得。因为像以前我的那个 Nobilia 或者是有些石斛兰啊，我高芽都丢在那边啊，都不理它哈。就是像是我的红芽刷石斛，我都丢在那边，从来不理它，偶尔才把它剪几个高芽下来哈。所以这个高芽会不会去抽母株的养分？会，但是会造成母株损伤吗？我觉得是不太会耶哈，我觉得是不太会。个人比较持反对的意见一点哈。对，那因为在传统我们在种的时候，有时候那高芽太多，我在园子也常看到高芽叠得乱七八糟哈，那也没有人去剪它，那母株也不会产生任何事情哈，除非它的像这个是根部死掉哈，大部分为什么会出现他们说什么造成死亡，可能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根部已经死亡，看这个根部已经出问题，这全部都要剪下来哈，因为这个你看这个有没有？这是黑色的哈，黑色表示它茎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剪下来，你就可以把它钉起来，然后就做高芽的繁殖哈。那这个要快处理哈，因为它黑色越高的地方，表示它感染的越严重哈。如果你要提早就把它剪下来哈，剪下来的时候，在这里涂上杀菌剂，让它的细菌不要继续往后蔓延哈。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之一哈。那你看左边这一个呢，这个叫重唇石斛哈，重唇石斛是一个白花一个白色的个体，它原本是开出来的时候是粉红色的哈，慢慢的呢，它会变成白色的哈，我们叫新米阿鲁巴哈，半白型的个体哈。那这种石斛兰呢，其实非常好种植哈，但是有时候雨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烂掉哈，这个就是烂掉哈，这个就是底部烂掉，你看它基部整个都黑掉了哈。那这个呢，其实它就会用高芽去做剩下的维持维生哈。石斛兰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偶尔出现这样哈，尤其是人工环境下的石斛兰。常常会出现这个烂掉的状况，有可能是水分积太多，有可能是感染都有可能哈。那这时候呢，石斛兰就会有一个特性它会用高芽去做繁殖哈。所以这个高芽繁殖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高芽，对不对哈？这个就可以一支一支剪下来，但是这个剪下以后要长到这个大小大概还需要1-2年的时间就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但是它的特性是它的颜色都会跟这个一模一样哈，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你的石斛兰长这个小高芽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茎有没有问题它茎的根部有没有问题哈。那当然有一种石斛兰除外天宫石斛哈，天宫石斛它不太会因为天宫石斛它长这个高芽的原因，主要可能是你水浇太多哈。冬天的时候，它可能是从原本的花芽转成高芽这时候呢，它就会出现高芽，它不一定是根部死亡的关系不过大部分的石斛兰，如果你看到根部有出问题的话，我的建议是去检查一下根部说不定已经出问题了那出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就把高芽剪下来这个只能这样解决你像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一颗整个的基部已经出问题了基本上应该是没救了基部没救了那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高芽去做下一代的繁殖哈，下一代的繁殖哈。那偶尔会出现哈，有的时候很难讲哈，有时候可能是下雨哈，可能是细菌感染哈，那可能是莫名其妙被蝸牛咬一口啦，被昆虫咬一口啦哈，就产生了感染哈。那这时候会产生这个状况哈，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记得剪下来，然后用杀菌剂涂一下哈，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个一个的高芽独立出来哈，独立出来。这时候你可以在高芽这个独立出来，你就可以把它钉到板子上，它又可以变成一丛一丛的哈，只是要长比较久的时间哈。那当然最好给它一些水草啦，我的建议是这样的，给它一些水草，然后给它水草的状况下，你就可以把它的根部会钉到上面去，就会慢慢的产生这种状况，好，这种状况，你看它根部是上去的哈。那当然，上去以后呢，也不保证它会长。不会再得病哈，不知道哈，因为这有时候就是很难讲。那基本上呢，多用杀菌剂或者是多除虫的话，当然有机会可以减少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有些网络会讲说，如果你高芽不取下来，母猪就会死掉哈，或者是母猪会重伤哈。我是不是那么认同做法哈？我是觉得，在我的觉得，你出现这么多高芽，是因为母猪死掉了哈，它才会出现这么多高芽。那通常呢？如果你不取下高芽的状况下呢，它还会在上面成长，哈，然后也会长成一个小苗，但是长不大，长不大。母猪也不会受影响，但是就是长不大，长不大，除非它攀到其他的树上去，哈。以前呢，我还把天宫石斛的这个高芽钉到其他板子去，跟母猪整个是联动在一起的，哈，也没有任何的损伤，哈。所以有些的我的种植观念是这样子，哈，如果你高芽，当然像这个。前后顺序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是因为母猪死掉长很多高芽，不是因为长出高芽造成母猪死掉哈，这是两回事哈，就是表示它是反过来的哈，好 ，OK， 那这个就是种纯石斛两个刚好出现哈，刚好雨季完，刚好出现两个极端的个体，一个长得很好，一个烂掉哈，那这个一定烂一段时间，这不是马上，不是雨季的关系哈，因为这个已经一段时间才会长成这样哈，你会发现这个已经是。烂掉的状况，尤其是在这边哈，这边你看都是黑色的哈，这个几部都是黑色，这个表示它就已经烂一段时间了，它不是马上烂的哦，所以这个状况就已经是恶化很久了哈。好，而且高芽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哈，高芽都已经长这么大，表示它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接下来我就把它剪下来，然后来点哈，就是这个其实很好种啊，给它一点强光，给它一些肥料，它就可以长得不错啊，长得不错。好，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们哈。那这个就是种纯石斛的两个状况哈。好，我们下期见，拜拜。